喂，你老盯着我干嘛？我脸上又没写字。是啊，别说写字了，你整个人都快消失不见了。啊！你这家伙还想挨顿打是吧？怎么了？说话呀！敢做就要敢当，挨打就要站直。你别走，站着。唉，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。现在我们俩这样子，恐怕拳头挥出去也和空气差不多。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意义的争斗上，还不如早点去晒晒月亮。明明是你先要逞口舌之快。晒月亮？难不成你真相信那些鬼魂的话？死人才需要靠月光保持形体，你去晒月亮，岂不是等于承认自己已经死了？不然呢？你有别的办法解释现在的情况吗？按这个透明化的速度，咱俩再过一会儿就要魂飞魄散了。我可不想变成那样。你要是还觉得自己的身板够硬，能跳出什么五行之外，就继续在这待着吧。说到底，这也不过是入乡随俗，有那么难接受吗？切，你真以为意识的律者会怕区区灵体化的把戏？行啊，那我可要先走了，你就慢慢在这儿玩你的那套意识流吧。要走你就快走，不送。哦，我认得您，您是石之律者女士的随从吧？啊？你要是再敢把那个称呼念一遍，下辈子就别想投个完整的胎了。哎，是我错了，那您该怎么称呼啊？我们都是旅人，叫我希儿就是了。至于那家伙，你们可以叫他小石。小石吗？总感觉有点落差。抱歉，我记住了，希儿小姐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跟你扯废话的。你告诉我，这一带哪里能找到月岩？这个好说，我指给您看。这地方石头确实不少，月岩吗？上次接触他们的时候，还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罢了，没准一开始就是错觉。算了，眼下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不管怎么说，至少身体状况确实稳定多了。趁现在，赶紧多收集一些月岩吧。这些应该足够了。还是再多备一点吧，免得有谁真魂飞魄散了，还要怨我。真的有效，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理。接下来该回去看看那个家伙了。哎呀，这不是我们的石之律者女士吗？你没事吧？啊，你的脚好像已经完全看不见了。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！我已经感应过了这附近的全部意识，要是那个把我们变成这副模样的混蛋敢出现，我立刻就能把他揍趴下。
你说羽兔，是他搞的鬼，倒也不奇怪。所以呢，你找着他了吗？你问那么多做什么？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又不会缺了你的份儿。行行行，我不问了。喂，你干嘛？失心疯了吗？这样很疼哎！你喜欢感应，就接着在这儿感应吧，说不定还能把自己修炼成变压器或者发电机。我可懒得管你，我要先去调查这个世界的真相了。这不是我们的希儿吗？看你这样子，好像不是很惊讶呀。我就说我自有办法吧，你瞧，这不是照样能活过来？我倒觉得你还是半死不活、说不出话的样子比较可爱。啊？你说谁半死不活？罢了罢了，我现在心情好，不跟你纠结这个。看你这样子，好像也恢复正常了呀，真是靠晒月亮晒的。是啊，我可没你这绿者那么好的命，遇到困难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别这么说嘛，你这一趟也没白跑，抱着那么多月颜，照得你整个人气色都红润了。等等，你是意识的绿者，也就是说，你早就知道我会替你擦屁股，自己又拉不下脸去晒月亮，所以才在那摆架子。胡说八道！听好了，我可不是摆架子啊，没你那个石头，我也有我的办法。啊，是吗？哎呀，你这人真是的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要那么意气用事嘛。事先声明，我没怕你，但是这次我理亏，我让步。虽然不用你帮忙，我也不会有事。哎，但毕竟受人恩惠，对吧？刚才多谢了，希儿。好了好了，都说别那么孩子气了。我说自己在感应意识也是真的，而且收获还不少。所以啊，这叫分工合作，你跑腿，我动脑，别人想要还没这福气呢。哼，人都快死透了，还能用绿者全能，我倒是觉得这事儿最荒唐。孤陋寡闻，你难道连神之剑都不知？呸呸呸！谁说我是死掉的绿者啦？你晒个月亮回来就真以为自己死了呀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怎么，你有证据证明我们两个还没死吗？当然，你听好了，刚才这段时间里，我分析了这一代所有存在的心智，可以确定的是，独立成型的心智就只有你我两个，羽兔和他的跟班并不存在。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没必要一遍一遍重复吧？哎，你没注意到问题吗？这附近明明除了你我，还有那么多鬼魂呢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鬼魂其实并不完整？倒别急着下结论，那些鬼魂到底是什么来头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虽然能跟我们交谈，也有着各自的记忆，但心智的构造却非常混沌。虽然我能给他们植入幻想，却没办法读取他们此刻的心理活动，只能听到一些杂音。说不准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心智。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和我们对话？谁知道呢？没准儿他们还有独立于鬼魂的真身存在，自己不过是真身的一道投影，又或者是这个死后世界本身的规则制约着他们，他们早就已经不能算作独立个体了。哎呀，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他们的构造和我们不一样。证据就是我能读到你的想法，你想再试试吗？看来你是真的很想再打一架。咱俩没准还真能聊得来。怎么样，趁现在交个朋友吧。你看，希儿和你不在一起，老古董也和我不在一起，想干架就干架，多好的机会呀！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肯定还活着，只不过是被丢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罢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个绿者，要是连我都能莫名其妙的死了，那肯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整个地球上恐怕都不会剩下什么活人了。就算是老古董也……
怎么可能呢？我是想象不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他恐怕还在哪里悠哉悠哉的和苍玄之术一起沏茶呢。他倒是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。悠哉悠哉的人，我看是你才对吧？喂，你在心里说话，我听得见。无论如何，既然这下我们又复活了，接下来就该想办法回去了吧。所以你有办法了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们先找到雨兔，把他揍一顿吧。就算这事儿另有幕后黑手，那我们也顶多算公报私仇罢了。这点上我倒是能跟你达成共识。等我们找到他，就该让他领略一下真正的死后世界了。只是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有办法能找到他。如果我是他，肯定早就逃回量子之海里作弊上官了吧。的确，有我在，谅他也不敢久留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倒不如去找那个希尔。你不是说他跟你一起掉进来了吗？既然他不在此处，那想必这个世界炮的结构是有什么猫腻。行吧，既然你的能力派不上用场，那我们只能亲自去跟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打交道了。走吧，去他们聚集的地方，看能不能问出这个世界的构造来。你这想问的东西，听上去就不太靠谱。不靠谱的办法也是办法，不是吗？还是说你愿意自己代劳？切，你少给我摆架子！